女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天空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紧接着一声电闪雷鸣，她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一旁的稻草人在雨中显得格外诡异。 밤에 허수아비 같은 거 보면 무조건 뛰어. 허수아비가 아닐지도 모르니까. 女孩下意识地摸向书包里的文具盒，想要拿出里面的小刀防身。此时，一道人影悄然出现在她的身后。等女孩回头看去，那人已经消失不见。于是她立刻转身，拼命往外狂奔。在确认没有人跟来，这才稍稍松了口气。可万万没有想到，那个稻草人竟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她的身后。 第二天，女孩的尸体便出现在了树林里，她的手脚被死死捆绑，颈部被丝袜紧紧勒住，脸上还残留着临死前的绝望。从她凌乱的校服来看，女孩生前还遭受过侵犯，而这起命案的作案手法与此前发生的连环命案如出一辙。稻草人最新一集，记者徐志源在执行诱捕任务时被凶手打晕，当他从昏迷中醒来，第一时间就询问同事凶手是否被抓住。在得知凶手侥幸逃脱后，他立刻告诉同事，自己的相机在被袭击前拍到了凶手的样貌。这对急需独家新闻的媒体而言，无疑是千载难逢的重磅消息。同事立刻赶往案发地点，在周边的玉米地里翻来覆去搜寻，可最终却一无所获。与此同时，警方传唤了上一集侥幸逃生躲过一劫的受害者，对他展开例行问话，试图从他口中获取更多关于凶手的线索。可女人当时被过度的恐惧淹没，根本没有看清凶手的脸。当警方追问凶手离开时有没有说过什么话时，女人表示，当时凶手中途突然盯上了另一名路过的女人，他威胁自己乖乖配合，不许反抗，还说只要抓到那名女人之后就会放自己离开。可他很清楚，那个连杀5人的变态凶手又怎么可能轻易放过自己？当女人说出凶手杀了5个人时，所有人都瞬间僵住，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的震惊。 범인이 정확히 뭐라고 했습니까? 저 여자 보이지? 저 여자를 잡으면 넌 풀어줄게. 어때? 협조할래? 같은 짓 하지 마. 내가 죽인 여자가 5이야. 너 하나 더 죽이는 거? 일도 아니야. 警方目前公开通报的只有4名受害者。如果凶手真的杀了5个人，这也就意味着还有1名受害者的尸体没有被找到。警方立刻调取了近几年辖区内所有的失踪人员档案，进行逐一排查比对，很快就锁定了3起与连环命案特征高度吻合的失踪案，失踪时间也与连环命案的案发时间大致对应。负责此案的车检察官突然来到了警局，一进门就当场质问办案组长，他明确表示过严禁姜太柱插手这起连环杀人案的调查工作，而男主姜太柱前不久因为与别人发生冲突动手打人，本就一向对他有意见，看不惯他行事风格的车检察官正好借这个理由名正言顺地把他踢出调查组，彻底禁止他参与本次案件的一切调查工作。面对车检察官的强硬态度，姜太柱反而主动提议，只要把这次失踪人员的搜索行动交给自己，不管最终能否找到受害者尸体，他都会主动提交离职报告离开警局。车检察官之所以会同意，一来是觉得姜太柱没了职权翻不起什么风浪，二来也想借这个机会彻底拿捏姜太柱。根据3起失踪人员档案的详细信息，结合连环命案的作案规律，姜太柱很快锁定了其中一人崔仁书。 최인숙이면 3번째 살인이 실종 날짜로 보나 범행 장소로 보나 범인 패턴에 더 가까워요. 于是第2天，姜太柱就和车检察官一同来到了崔仁书家中，向他的母亲了解情况。崔仁书的母亲得知2人的来意后，情绪瞬间激动起来。女儿当时出门前说要去镇上给自己买一件新衣服，可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母亲始终不愿意相信女儿遭遇了不测，一口认定女儿是因为和自己拌了几句嘴，赌气离家出走了。结合崔仁书的失踪路线和凶手的作案习惯，崔仁书应该是在从镇上买完衣服返程回家的路上遭到了凶手的袭击。搜索行动立刻展开，警方调动了大量警力，沿着公交站到崔仁书家途中的所有路段展开了大规模的地毯式搜索。没过多久，警方就找到了崔仁书的尸体，尸体旁还放着一件红色棉袄，那正是崔仁书特意给母亲买的礼物。在得知女儿的死讯后，看着那件女儿特意为自己买的红棉袄，巨大的悲痛瞬间将他淹没，最终没能扛住这份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跟着女儿一同离开了人世。另一边，记者徐志源找到了那台丢失的相机，他满心期待能从中找到凶手的样子。
样貌。可让人失望的是，凶手显然早有防备。拍照的瞬间，他用手死死挡住了自己的脸，只露出了一个模糊的轮廓，根本无法辨认身份。虽然并没有拍清凶手的脸，但徐志远还是决定把照片公开出去。他认为哪怕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也能给民众提个醒，同时也能给警方提供一些间接线索，推动案件进展。与此同时，姜太柱已经收拾好了东西，准备离开警局。在路上偶然看到了敏智，姜太柱走上前询问，才得知敏智的话筒遗落在了镇上的书店里，可此时书店还没有开门。大家还记得吗？在第1集的剧情中，敏智的同学郑林就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惨遭凶手杀害，当时路边也出现了那个诡异的稻草人。想到这里，姜太柱连忙提醒敏智，让他平常一定要早点回家，尽量不要一个人在晚上出门，如果看到类似的稻草人，一定要立刻逃跑，千万不要停留，因为那很可能就是凶手伪装的。敏智嘴上答应着会早点回家，可心里却记挂着自己的话筒，在当天晚上还是来到了书店。이거 맞아? 네, 감사합니다. 늦었는데 혼자 갈 수 있겠어? 괜찮아요. 버스 타면 금방인데요. 안녕히 계세요. 안녕히 계세요. 等敏智刚走出书店，屋外突然就下起了瓢泼大雨。李基范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眼神却异常诡异。其实，在前几集中，诸多线索都在隐隐指向李基范，于是便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敏智在雨中遭遇了不测。第二天早上，姜太柱就接到了之前警局同事的电话，电话那头的语气十分急促，告诉他凶手又出来作案了，在郊外的树林里发现了一具年轻女孩的尸体。此时的姜太柱已经离开了警局，心中早已不想再掺和任何与案件相关的事情，对这起新的命案并没有太多兴趣，甚至打算挂掉电话。可当他听到同事说出被害的女孩是敏智时，姜太柱整个人瞬间僵住。他立刻赶到了案发现场，哪怕遭到了现场警方的阻拦，哪怕他已经不再是警察，没有任何职权，也依旧不顾一切地推开众人走上前查看。当他看到敏智的尸体，看到那个曾经天真烂漫还答应过他会早点回家的小女孩，此刻却静静地躺在冰冷的地上时，他浑身止不住的颤抖，眼神里充满了难以置信的震惊和刺骨的悲痛。强烈的视觉冲击让他一时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他如今只是一个普通人，没有职权，没有警力，哪怕目睹了悲剧，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凶手逍遥法外。我是专注最新影视的阿南，我们下期见。